最近这段时间，对中国科技界来说真是噩耗不断。先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10个月财政收入增长不及预期，科技项目经费吃紧。现在好了，更大的雷来了，台积电要对中国所有 AI 企业断供了，而且不是开玩笑，是从11月11日开始，所有7纳米及以下工艺的 AI 芯片全部停止供应。这个消息一出，整个科技圈都炸锅了。各大 AI 企业的老板们这会儿估计都在跟财务总监开紧急会议，算计还能囤多少货。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因为这次可不是针对某一家企业的制裁，而是要把整个中国的 AI 芯片供应链给掐断。咱们先来看看这事儿有多严重。大家都知道，台积电可不是一般的代工厂，它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份额超过 50%。更要命的是，在最先进的7纳米以下工艺上，它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 90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在高端芯片领域，台积电就是那个一言堂。可能有人要问了，那中芯国际不是也能代工吗？问得好，但问题是，中芯国际现在量产的最先进工艺也就是14纳米，而且良率还不高。虽然他们号称已经突破7纳米，但产能和良率都是个谜。更不要说他们用的还是老式的 DUV 光刻机，根本没法跟台积电的 EUV 工艺相比。再来看看台积电的营收构成。根据南华早报的数据，中国客户在台积电营收中只占 11%， 而美国客户却占了 71%。 就这么个比例，你说台积电会听谁的？这不就跟古代的朝贡一样，谁给的银子多就听谁的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次不是台积电自己要卡脖子，而是美国商务部直接下令的。路透社爆料说，美国给台积电发了一封通知信。这种通知信啊，就跟皇帝圣旨似的，一到就得立马执行，连规则制定程序都省了。美国这招玩得真绝，根本不给你准备的时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国突然要来这么一出？事情要从华为说起。前段时间，有个叫 Tech Insights 的机构把华为的升腾 910B 处理器拆开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居然用的是台积电的7纳米芯片。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你们猜华为是怎么搞到这些芯片的？据台湾媒体爆料，是赚了好几手才到华为手里。就像古代走私盐一样，从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开始，经过封装厂，再到大陆公司，最后才到华为手里。而且这些7纳米的订单可不是小数目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每一单都得几十亿台币。在台湾能下这种大单的公司，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台积电会接这种单子，以为都是老主顾啊。但现在好了，美国这一纸禁令下来，不光是华为，连百度、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都要遭殃。就拿百度来说，他们的昆仑芯就是用台积电7纳米工艺生产的。阿里的寒光芯片也是靠台积电代工。现在可好，想要新的芯片，门儿都没有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现在国内正是发展 AI 的关键时期， ChatGPT 已经搞得全球沸沸扬扬，国内各大企业也在拼命追赶。百度的文心一言，阿里的通义千问，腾讯的混元，哪个不是要用大量的 AI 芯片？现在倒好，芯片供应被掐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就拿训练大模型来说，一个 GPT-3 级别的模型，训练成本大概在10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本就是算力，也就是芯片。现在芯片供应被掐，你说这些企业该怎么办？要么囤货，要么就等死。但是囤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首先，这些高端芯片价格贵得吓人，一颗英伟达 i100 的价格就要10几万美元，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。其次，
这些芯片的保质期也是个问题。你囤太多，万一技术更新了，那不就成了库存积压了吗？所以说，这次美国的制裁可以说是打到了中国 AI 产业的软肋上。不光是断供当前的芯片，更重要的是切断了未来的发展可能。这就好比不光不给你鱼吃，连鱼竿都不让你碰，生怕你学会了自己钓鱼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台积电断供会让中国 AI 发展走向何方？坦白说，这事儿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咱们来算算这笔账。首先是最尖锐的自给率问题。根据 SEMI 援引 Tech Insights 的数据，目前中国的半导体自给率才可怜的 23%。这什么概念？就是说有 77% 的芯片都得靠进口。现在好了，最关键的7纳米以下全被掐断了，这不就等于把中国 AI 产业的氧气管给掐了吗？再看看市场预测 ，SEMI 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在2024年虽然能冲到400亿美元的峰值，但到了2025年就要开始往下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之前大家都在疯狂囤货呀，就像疫情期间囤卫生纸一样，现在囤的都快用完了，后面可就真没得囤了。更让人揪心的是设备市场的前景，连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都开始调整预期了。他们说，2025财年中国市场份额要从现在的 50% 直接跌到 20%， 这跌幅比 A 股暴跌还吓人。你们想想，连帮你造芯片的工具都要被卡脖子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但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就算在这种情况下，2024到2027年，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支出预计还是要达到1444亿美元，比韩国的1080亿、台湾的1032亿都要多。这不就跟清朝买办一样吗？花最多的钱，却买不到最关键的东西。钱都花了，能力没提升，这买卖亏待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中国不是还有国产替代吗？像北方华创、中微半导体这些国产设备商不是在努力追赶吗？但问题是，美国连这条路都要堵死。就在今年9月，中微半导体的2个美籍技术高管就辞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国防部把中微列入了军事企业清单。这还不算完，美国商务部还在酝酿把约120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。这些公司里面有晶圆厂，有工具制造商，基本上是要把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链都给端了。这招够狠的呀，不光断你的血液供应，连造血功能都要摘除。再说说 AI 领域的影响。现在全球 AI 发展如火如荼， OpenAI 的 GPT-4 横空出世，谷歌的 Gemini 也在路上，微软的 Copilot 更是打得火热。结果中国呢，大模型没有，算力不足，现在连最基础的芯片供应都要被掐断。这不就等于在 AI 竞赛的跑道上，别人开着跑车，中国还在推自行车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是时间差。大家知道，芯片研发是要讲时间的，就算你现在投入再多钱，没有3-5年的积累，也出不了成果。但 AI 发展等得起吗？现在这个速度，说不定1年后 AI 就要有重大突破，到时候差距一旦拉开，那可就是降维打击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连英伟达的曲线救国路子都被封死了。以前英伟达还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阉割版的芯片，比如 RTX 4090D。现在可好，连这种打了折扣的芯片都不让卖了。这不就是要把中国 AI 产业往死里整吗？那中国企业该怎么办？有人说可以继续玩白手套的把戏，找人代购。但问题是，这次美国盯得特别紧。你看华为那个案子就知道了，人家连芯片的核心电路结构都查得一清二楚。再玩这种把戏，怕是要把自己玩进去。
还有人说，那我们就自力更生呗，从零开始造不就得了，说的倒轻巧。芯片这东西不是自行车，不是你会焊2根铁管就能造出来的，它需要全球产业链的通力合作，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。现在好吗？全产业链都被人家掐住了，拿什么去突破？最近这些年，我们听过太多弯道超车的故事了，什么石墨烯芯片啊，碳基芯片啊，量子芯片啊，说的天花乱坠，结果呢，都是画大饼。现在可好，连最基本的7纳米工艺都搞不定，还谈什么超车？一个暴发户虽说口袋里有的是钱，但在关键时刻才发现，自己想花钱买的东西根本没人肯卖。科技的发展毕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不是靠几句口号就能轻易实现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别忘了评论、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